那天我在商场睡了一觉，醒来以后电脑不见了。我脑子里第一个念头不是报警，而是要多久才能再赚回来。周二下午，我在一个家居商场的沙发上睡着了，不是打盹，是完全的睡着了。那一天我刚面试完，前一天几乎没有合眼，坐了绿皮火车，然后在上面通宵准备面试。车厢晃得很厉害，脑子也在晃。面试完人是飘的，路过了商场，看到沙发，坐下，然后就睡着了。醒来起身就离开了。快到火车站的时候，我习惯性地摸了一下胳膊上的包，什么都没有摸到，包不见了。奇怪的是，我并没有慌，脑子里当时只有一个念头，很清醒也很具体。如果电脑找不回来的话，我要多久才能够赚回它呢？我骑上一辆共享单车，地图开着，一只手扶车龙头，在这个完全陌生的城市一圈一圈地找。公交站、公交车、汉堡店、便利店，一个一个地问，都说没有。那段时间很难形容，不是崩溃，也说不上平静，像一种机械的坚持。脚在动，人还在找，但脑子里只有一句话：要多久才能把电脑的钱再挣回来？最后我决定再回商场看一次。一进门我就看见了我的小包，安静地躺在柜台上。我没有说话，也没有任何戏剧性的反应，只是突然觉得踏实了。那一刻我才意识到，电脑其实价格来说并不算很贵，只是当一个人还没有稳定下来的时候，什么都会变得很贵，甚至整个世界都会变得很贵。这个经历让我想起一部电影《当幸福来敲门》。电影的主角叫克里斯，他不是英雄，也没有什么天赋光环，他只是一个普通父亲，带着儿子生活。他做的工作是卖一种医疗仪器，很贵，也很难卖出去，每天背着箱子到处跑，却常常一台也卖不掉。税交不起，房租交不起，生活开始一点一点收紧。有一天妻子离开了，他带着儿子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独自生活。他得到了一个机会，一家证券公司愿意给他实习资格，但条件是6个月的实习，没有工资，最后20个人里只留1个。于是他的生活变成了一种极端的节奏，白天实习，拼命地打电话拉客户，晚上带孩子找地方睡觉。他们住过汽车旅馆，也住过地铁厕所。有一次他抱着孩子躺在厕所的地上睡觉，外面有人拉门，他用脚死死抵住门，不让别人进来。孩子睡着了，他却哭了，没有声音的那种。但第二天早上他还是照常去公司，穿着不合身的衣服，继续打电话，继续找客户，继续微笑。为了节省时间，他甚至练习在2通电话之间不挂电话，这样每天就可以多打几个电话。有一天他只剩$21，银行账户几乎清零，但那天晚上他还是对儿子说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后来他终于卖掉了所有的仪器，又接到了客户，又签下了合同。最后一天公司把他叫进办公室，他当时唯一的念头是，还有电话要打给客户，还没有打完呢。然后经理就看着他说，恭喜你，你被录用了。那一刻他走出大楼，在人群里默默鼓掌，没有欢呼，没有跳跃，只是轻轻拍了几下手，像是在告诉自己，我撑过来了。那一幕
后来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。后来我才慢慢意识到，那天真正让我紧张的并非电脑，而是不稳定。当一个人还没站稳的时候，大脑会变得很敏感，一点点损失都会被放大。与其说东西本身贵，倒不如说那段时间的你没有太多余地或退路。当资源变少，人对失去的感受会变得更强烈。同样一件事，比如说丢东西，在稳定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会将其视为过眼云烟，但是在还没有站稳的时候，我们却很有可能会计算很久，会惦记很久，算时间，算成本，算要多久才能补回来。那天我骑车找包的时候，脑子里反复转的那句话是：要多久才能把这个钱挣回来呢？其实不是在算钱，而是在算安全感。电影里的克里斯也是这样，他哭不只是因为在厕所里过夜，而是因为那一刻他没有退路。当一个人觉得自己还没站稳，任何一个小意外都会像是世界在提醒你，你还不够安全。于是我明白，其实电脑没有变贵，生活也没有突然变重，只是在人生的某些阶段，我们承担风险的能力还没恢复。你有过这种时刻吗？事情本身并非那么严重，只是那段时间的你太用力的在撑。如果你也正在经历一个什么都变贵的阶段，那不是你太脆弱，只是你还在过渡。等你站稳的那一天，世界应该会轻一点。